大家好，宠粉的仪态又来喽。众所周知，古装剧里的千金小姐身边都会跟着一位贴身丫鬟，往往这些主角小姐们都是颜值更高一筹，但也有一些古装剧中扮演配角的丫鬟们却更出彩，大有艳压主角的势头。我们熟知的大美女林心如、董洁等都有过这样的经历，究竟是她们不够美，还是丫鬟太出彩呢？话不多说，接下来咱们就一起聊聊那些古装剧里丫鬟美过小姐的经典案例吧，看看究竟是谁拉胯了。先上一组新剧《燕与妇》的对比图，你觉得谁是小姐，谁是丫鬟？欢迎把答案留在评论区，问答结束，咱们继续。这是乔欣在新剧《燕与妇》里的造型，这狂放不羁的小刘海虽然为了贴合人物，但真的不 OK， 特别是在旁边的小丫鬟的衬托下，乔欣的古装真的逊色了很多。或许有人会说，高护正好遮缺点，怼脸还是主角赢。 No， 你要这么想就错了。这是剧中饰演小姐的乔欣的怼脸图，这是剧中饰演乔欣丫鬟的演员的怼脸图。比起乔欣无神的双眼、奇怪的刘海，对面的小丫鬟显得眉目精致，气质温婉，隐隐还能看出几分张嘉倪的影子。实话说，对比效果真的太虐了，说一句艳压完全不过分吧。其实，在古装剧里，艳压女主疯狂吸金的丫鬟角色还有很多，比如在《雪中悍刀行》里饰演神秘丫鬟红薯的孟子义。孟姐的长相属于非常明艳的外放长相，这次的齐刘海还给她增加了一些可爱感。虽然在剧中她的身份是大丫鬟，但很多人觉得她的长相完全艳压了女主江妮。其实早在5年前，孟姐就拿下了最美丫鬟的殊荣，她和韩国女星林允儿合作了《武神赵子龙》。林允儿的颜值在一众韩国女星中都是十分出挑的，女团出身的她颜值身材都很在线。她在剧中饰演夏侯青衣也十分惊艳，但和小丫鬟的孟子义同框时还是被比下去了。虽然两人同框时镜头大都聚焦在女主身上，但被虚化的孟姐完全不输，甚至相较之下，娇俏的林允儿灵动有余而惊艳不足，浓艳系的孟子义上镜更加美艳，五官深邃，眉目如画，比起韩系淡颜美人的林允儿多了几分古装美女的韵味。说是真假千金的戏码，也有人信吧。笑起来的她更是眉眼弯弯，眼神清澈，一点也不负北电校花的名声。张嘉倪也是丫鬟界的常胜将军。又到了小黄鸭出场的时刻了，有一说一，她真的不适合演古装剧。虽然也不能说她不好看，但的确是够不上极艳极美、高贵不可方物的描述。相较之下，饰演她丫鬟的张嘉倪反倒比她更贴合秀丽绝艳、尊贵非凡的设定。抛开其他不谈，琼瑶选女演员的眼光真的没得说。当年因为紫菱一炮而红的张嘉倪的确足够美艳，再加上她眉目含情，狠辣起来又有些蛇蝎美人的即视感，比起清纯的周冬雨更容易出彩。真搞不懂剧组为什么给周冬雨选了个这么美的侍女，是生怕她被嘲的还不够狠吗？毕竟张嘉倪可是碾压过清纯美女董洁的，还记得美人如画吗？这剧还有个名字叫千重雪，女主角是当年凭冷清秋成为无数人白月光的董洁，这样的颜值没人会说不好看吧？但碰上张嘉倪，董洁还是被艳压了。她在剧中饰演鬼马精灵的大小姐江嘉媛，但人物造型却很拉垮，给她整了一个厚重无比的齐刘海，宛如董洁美貌的风韵神气。而她身边的俏丫鬟正是由张嘉倪扮演的。不得不说，张嘉倪不愧是琼瑶女郎，古装造型很抗拒，一下子就碾压了董洁饰演的大小姐，面部轮廓也更加精致耐看，一时之间小姐丫鬟傻傻分不清楚。哪怕后期董洁换了个更适合的发型，张嘉倪也丝毫不输。看着不经意间露出的楚楚可怜的神态，恐怕只有巅峰时期的冷清秋才能匹敌。尤其是一身红衣的她，更是美出新高度。虽然不是大杀四方的明艳美，但也称得上是小家碧玉里的巅峰了。除了董洁，颜值能打的林心如也被丫鬟艳压过。年轻时期的林心如自带一种楚楚可怜的感觉，演起哭戏来真的是梨花带雨。而她在被大众广泛熟知的《还珠格格》里就饰演真格格夏紫薇，她身边的小丫鬟金锁则是由大美人冰冰扮演的。当时的范爷才10几岁，满脸的胶原蛋白，比大小姐林心如多了几分灵动美。特别是在第2部里，她的五官更加长开了，两人站在一起，美貌真的不输小姐紫薇。可能有了老版《还珠》的艳压先例，在新《还珠格格》也延续了下来。
新《还珠格格》里的金锁五官比紫薇精致，气质也更落落大方。老版的紫薇印象最深的就是那双含情脉脉的大眼睛，眉宇间全是书卷味儿。海陆的紫薇没了温婉大方的气质不说，还总是一脸苦笑。瞅金锁这满脸的胶原蛋白，眼泛泪光，清纯可人；而紫薇那双充满怨妇气质的双眸，活脱脱的苦命情相连。这个场景本来是金锁求紫薇带他一起微服出巡，但是看两个人的表情，倒像是紫薇对金锁诉衷肠。尤其这张侧面照，仪态不佳的海陆完全毁了我们心中紫薇格格的形象。还是看看林心如版的，洗洗眼睛吧。既然你已经把我看低了，我宁愿从你的生命里退出。可以说，《还珠格格》是林心如颜值的巅峰。到了美人心计时，她的面部状态也不错，在单人镜头里看着确实是汉代美人的感觉。可偏偏她身边又来了一个美艳丫鬟，杨幂饰演的雪渊。彼时的杨幂巴掌小脸，睫毛又黑又翘，这样一个美艳绝伦的丫鬟放在身边，只是时刻都在衬托林心如下降的颜值。这段女主角送丫鬟出嫁的戏份中，林心如一看就是年长的长辈，被一袭红嫁衣的杨幂夺去了不少光彩。最明显的丫丫还是在《玉龙》这部剧，她最出现的点恐怕就是 AI 演技和丫鬟比小姐更漂亮了。虽然祝绪丹是女主，但只看这张图，大家分得清谁是小姐谁是丫鬟吗？两人衣着相差无几，甚至作为丫鬟的祝绪丹妆容要更精致一些。另外，遇事的时候竟然是小姐把丫鬟护在身后，就算丫鬟有女主光环，这也有点离谱了。抛开这些不谈，只看两人长相，祝绪丹还是更胜一筹。杨之莹虽然不算差，但确实没啥辨识度；而祝绪丹虽然演技拉垮，但五官气质的确更突出，更容易让人记住。在很多经典老剧中，这种艳压场面也层出不穷。小鱼儿与花无缺，当年看的时候只关注江玉燕、小仙女、铁心兰、苏英这些美女了，其实还有个更美的，就是孙菲菲饰演的以花宫邀月的婢女花月奴，能让玉郎将风神魂颠倒的女子，美貌程度可想而知。轻纱遮面，仙气飘飘，温柔典雅，楚楚可人，叫人瞧了一眼之后，目光便再也舍不得离开。比起让人心生威严的两位公主，花月奴这种柔情似水的女子似乎更讨男人喜欢。仙女驸马播出的时候，大多数人都把目光集中在了黄奕身上，这也不意外，毕竟当时上错花轿嫁对郎刚刚播出，里面的她可太灵了。我知道电台金爵台乐嘛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，舒畅也出演了新女驸马，她演的是天香公主身边的一个丫鬟。但实话说，如果仪态是公主，绝对不会把这么一个大美女放在自己身边，毕竟谁丑谁尴尬。天香公主其实也并不丑，长相大气端庄，算不上精致，更偏向青衣长相。奈何当时只有14岁的舒畅太漂亮了，眼神清澈，灵气十足，再加上她五官精致，脸部线条流畅，活脱脱就是一个古典美人的坯子。杨怡在《再生缘》里则是出演了叶璇的丫鬟，不得不说真的有被她惊艳的。这气质、这打扮、这长相，比旁边英气的叶璇更像养在深闺的千金大小姐吧。再加上叶璇在剧中常常以男装示人，没有什么柔弱温柔的模样，更像个假小子。而原本只是个丫鬟的杨怡就显得更为出彩了。不像时的她大气端庄，气质娴静，像是饱读诗书的官家嫡女。笑起来之后，眼神里多了几分温柔，眼角眉梢都跳跃着少女的灵气。只可惜后来杨怡成功转型，就很少饰演天真烂漫的角色了。实话实说，仪态并不觉得小姐就一定要比丫鬟美，但放在古装剧这个特殊的背景下，受过各种礼仪的小姐们身上的气质至少应该吊打丫鬟。但很显然，很多小姐角色都没有做到这一点。但这也恰好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，没有小角色，只有小演员。只要你演技够好，足够有灵气，哪怕演的只是个镜头寥寥的小丫鬟，也会被观众们雪亮的眼睛精准捕捉。所以别管演的是不是主角，只要能够被记住，那么作为演员的本分就已经完成了。你还想看哪些有趣合集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一太哟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呢就分享到这里啦。如果喜欢四姨太的视频，就请多点关注，四姨太每天都会更新精彩娱乐资讯哦。